欢迎来到辟谣吧。上周，最高法院确认了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逊。从提名、听证会到最终确认，网络上关于杰克逊大法官的传言纷纷，包括他的家世背景、法律从业生涯等等都被挖出来讨论。关于杰克逊的争议围绕以下几点：无法定义女人，轻判恋童癖，称前总统布什是战犯，帮助恐怖分子。那我们今天来对杰克逊大法官的所谓黑料进行一一核查。第一点，无法定义女人，断章取义。此事发生在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上，来自田纳西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问杰克逊法官：“你是否可以为女人这个词提供一个定义？”杰克逊法官确实回答了他不能，他不是生物学家，以此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他马上解释说，此问题需要在某个特定案件的情景下去看，而且给事情做定义并不属于他身为一位法官的角色。身为法官是需要去裁决其他人对于法律上不同定义的纷争。重要的是，布莱克本参议员提出的问题与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任何特别案件无关，也与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裁决无关，显然是试图推动保守派的筹款言论。在杰克逊法官回避了该问题后，关于他无法定义女人的传言开始在社交网络疯狂传播，实则他并未回答这个与听证会无关的钓鱼问题。所以，传言称杰克逊法官无法定义女人是片面的，忽略了整个提问的背景。第二点，轻判恋童癖，假的。关于杰克逊法官对于儿童色情制品案件的轻判这一说法 ，PolitiFact 出过非常详实的事实核查。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法官的判决都比联邦准则要低，尤其是针对儿童色情犯罪。杰克逊法官的量刑方式与其他法官并无明显区别。显然，忽略以上事实就称杰克逊法官轻判恋童癖是以偏概全的。在法官裁决案件时，具体问题有不同的具体的考虑，单拎出一个隐瞒部分事实的共性来推断杰克逊法官的裁决风格甚至人品是非常不公平的。第三点，称前总统布什是战犯，假的。根据 PolitiFact 的核查，在杰克逊法官作为助理联邦公社辩护人的期间，他曾经提出人身保护令，指控前总统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构成战争罪的方式虐待和折磨关塔那摩湾被拘留者，但他并没有称这两个人是战争罪犯，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的。其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辩护人，杰克逊有义务代表他的客户提出所有可能的辩护理由，这是基本的职业操守，并且律师代表客户提出的论点，并不等同于律师直接指控犯罪行为。用律师的观点代表其个人立场是荒谬的。第四点，帮助恐怖分子，假的。杰克逊大法官与关塔那摩湾被拘留者有关的工作，并不是第一次被关注了。在他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期间，司法委员会成员本萨斯向他提出了有关问题，询问他为何要处理关塔那摩湾案件。杰克逊法官指出，在处理西阿里古尔案件时，他的哥哥作为美国陆军步兵被部署在伊拉克。杰克逊法官称，我敏锐地、亲身地意识到被美国政府逮捕和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人的悲惨情况。他补充道，法律道德规范要求他作为辩护人为客户辩护，因此他并不适合评论他个人是否同意古尔的行为，是否认同他的所谓罪行令人反感。后来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曾在杰克逊法官2012年担任地区法官的听证会上也提出了相关问题。他称杰克逊法官对关塔那摩湾被拘留者的态度让人疑惑，会让人担心他处理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案件时的态度。杰克逊法官正面回答说，认为恐怖分子是对美国政府构成威胁的，而且美国也正在与之作战。杰克逊法官后来也补充，我所表达的观点是我所代表的客户的观点，我以辩护人的身份代表他们，而这种辩护并不一定代表我的个人观点。经核实，以上4条针对杰克逊法官的传言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片面或虚假信息。除了事实核查之外，我们需要指出，此类针对杰克逊法官的不实指控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杰克逊法官作为首位最高法院非裔女性大法官，其身份与背景是备受瞩目的。杰克逊法官在2005年至2007年间担任联邦公社辩护人期间，为一些最弱势的人群辩护。他也将会是过去30年中最高法院中唯一担任过公社辩护人的大法官。由于长期存在于美国的种族主义，
有色人种被逮捕、起诉和监禁的比例过高。杰克逊法官的辩护工作与争取种族正义是密不可分的。而在一些公众号中出现的杰克逊法官包庇犯罪分子、恐怖分子等极端言论，其中逻辑包括已然认定犯罪分子多为非裔，就杰克逊法官的非裔身份展开一测。同样的，此类言论通过贬低杰克逊法官的执法经历、人品等，完成保守派的政治叙事。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及同名网站。那我们下期再见吧。